大家晚安，欢迎来到闲鱼读书。这是一个我记录读书心得、聊闲书的地方，希望你能在这里找到有兴趣的主题。我这次读的书叫做《一次看懂小数据》。小数据是作者们自创的词汇，不是为了装可爱。相对于大数据是从全球汇集的资料，他们对政府财团是有用的，但是却离我们很遥远。而小数据是跟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数字，例如说食物的标签、气象、新闻资讯之类的，这些真正影响你做决定的数据。这本书的副标题介绍说 MIT 经济学家带你搞懂生活中的统计数字，让你聪明做决定。就如他所说，这是一本能让你活得更聪明的书。在假讯息跟广告满天飞的世界，我们需要更精准的去解读每天媒体塞给我们的资讯。这本书就是用一个很轻松的方法来科普，把统计学的概念结合生活中的实例，教你怎么去检视统计的结果是不是值得信任。这本书是联合作者，也就是作者有2个人，一位是麻省理工的约翰·强森博士，他拥有自己的经济咨询公司，同时也是作家跟演讲人。执笔的人是麦克格拉克，他是一个得奖的作家跟文案撰写人。所以这本书可以说是专业跟文笔流畅度兼具，业界跟学术也平衡得很好。他们自己说他们不是在写教科书，他只会教比较常用到的观念。不过最后面每一章的最后面都会有重点整理，这点倒是蛮像课本的。然后书里面的笑料也很多，他们经常试着开玩笑，使得这本书不会太枯燥，就像补习班老师一样。而且看别人犯错本来就是人类恶劣的笑点之一，即使它不特别搞笑，看着那些统计学的笑话也蛮好笑的。由于2位是美国人，所以里面的例子就是美国的偏多，但是也会有其他国家的例子。如果你实在是不喜欢数字，也可以当作增加常识来看。这本书总共有9个章节，每一个章节只会有1-2个概念，然后配合大量的例子讲解。2到8章讲了抽样、平均、相关性、统计显著性、错误表述、选择性表述跟预测。我印象中这些观念学校应该都教过，但是它会更深入的去解释这些概念的意义。如果你都听过的话，那读起来应该是轻松的。接着是笔记的部分，因为我怕版权炮，所以不敢写精华书摘，这些是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部分。第1章叫做生活无处不数据，这章没有在教统计概念，不过他教了几个大家很常忽略的现象。第一个呢，就是其实影响我们钱包的常常是小数据而不是大数据，但是有时候我们宁可听周围的人道听途说的经历，也不愿意相信自己手边的证据，也就是小数据。例如说我们可能会听朋友说哪牌的药品比较好，但是我们不会去阅读药品标签。他甚至举了一个密西根大学的研究，说有些人接到错误的资讯，但是当他们面对到事实的时候呢，反而会否认，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死不认错。第2章就开始介绍统计的方法了，他开始谈抽样，或者是说他在谈不要太相信抽样。由于抽样是统计的基础，所以如果样本的选择有问题，那后面就都不用看了。人类的谜样行为调查应该是大家都蛮感兴趣的主题，但是他讲了2种情况提醒我们抽样不准可能会产生的后续问题。第一种是我们针对人类的心理和行为的研究，抽样的对象常常会是西方受教育的富裕阶层，或者是这个阶层再缩小范围到美国人，然后用全球 5% 的人口去预测全球其他人类的行为。第2种我在看这本书以前也常常去怀疑过，就是有一些研究是让受试者自行提报资料，但是人类的记忆根本就不可靠，而且他们有说谎的可能。这一类的数据不一定不好，只是要注意它的品质。第3章是加总、平均跟离群值。这一章的概念比较简单，但是他举的例子还蛮有趣的。他是用美国选举团制来解释加总数据有可能掩盖变异。这个也是为什么美国会出现某个候选人得票比较多，但是却落选的情况，或者是很红的州里面也会有特别蓝的区域。第2个例子是平均值会让人忽略差异。关于这点我很有感，因为台湾很常见的一个议题就是媒体说薪资平均很高，
但是留言区就会有一堆人抗议说，那是少数人拉高标准，会有很多类似的论战。最后他还提到自我感觉良好这件事啊，是一种认知偏差。他举了一个蛮好笑的例子，就是 93% 的人都觉得自己的驾驶技术优于中位数。虽然这是美国的数据，但是可以想见难怪车祸会这么多。第4章是相关性跟因果关系的介绍，这个也是我个人觉得对我最有启发性的一章，因为它纠正了我以前蛮多错误的观念，像是相关性不等于因果关系这件事。相关性只是表示这个因素在统计上具有某种关联，但是并不代表它们的关系是有意义的。两者之间必须要有连结才是因果关系，但是报道经常会把这两者搞混。这种把相关系误认为因果关系的情况叫做假性相关，有可能是中间有遗漏变数，或者是它真的就只是巧合而已。他举了蛮多例子这边有一个名人代言的例子，就是我看到乔丹穿耐克，然后乔丹会灌篮，所以我就误以为我穿耐克我就会灌篮。但是他的身高啊、练习还有时间跟天分都是影响他会灌篮的原因，这个就是遗漏变数。但是名人代言之所以是一个这么常见的手法，就表示它真的很有用。另外一种因果关系相反的谬误，就是他举的例子是狗叫了之后垃圾车就来了，所以小孩就以为呢是狗叫才引来了垃圾车，但其实是因为狗的听力比人好，所以他听到垃圾车才开始叫。但是生活中这一类型的谬误好像比较少有媒体在报，或者是说媒体报了可能我没发现吧。那为什么人会出现这种类型的误解？他也给了一个很好玩的原因，就是人的大脑在演化当中会习惯去寻找因果跟辨识模式，这可能有助于我们预测未来会发生的事，所以在面对不熟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自己乱脑补因果关系。另外还有一种在辩论中常见的错误叫做确认偏误。人在解读数据的时候会倾向强化自己原本的成见，也就是说他不是在找答案，他是在找可以支持他想法的答案。所以在面对一些很喜欢引用数据的人的时候，也要保持怀疑，去确认他引用的数据有没有问题。第5章叫做眼见是否为凭，他介绍了统计显著性，也就是某个事件为真的几率。但是我得说，这章我每个字都看得懂，但合起来有一种看不懂的感觉，因为它并没有很系统性的或是很简单的去介绍几率评估的方法，它只是跟你讲统计有可能不准。我觉得他要我们知道的重点可能是，即使一个研究具有统计显著性，它还是有可能不准，因为这是一个几率问题。即使几率非常低，但是让你碰到了它就是不准。它里面也举了蛮多跟风险有关的例子，如果要拉一个切身相关的，就是它里面提到说有很多食物有研究支持它是防癌的，但是呢也同时有很多研究支持这个食物会致癌，所以吃了到底会怎么样都是几率的问题，就不要想太多，吃就对了。第6章在讲错误表述，这一章讲了很多商业上的骗局或是话术，如果有兴趣的话这一章可以好好的翻。它里面提到一个心理学的效应，那就是比起文字，人更相信有精美图表搭配文字所呈现出来的资讯。我是没有精力去确认那篇报道的真伪，因为我英文不好，但是有很多在教人家如何做简报的课程也都会提到这一点。它里面的例子就有教你怎么样识破别人骗人的图表，跟如何魔改图表去骗别人，有兴趣可以找来看。在错误解读的部分，他也提供了很多很蠢很好笑的例子，我这里分享一个比较实用的跟食品有关的。他说很多人会在食物的到期日就把东西丢掉，但是那个到期日是保存期限、有效期限还是赏味期限的，很多人其实并没有去认真的看，所以如果弄错了就有可能丢掉其实还可以吃的食物，但这个每一个国家的法规不太一样，所以还是要自己去分辨。第7章叫做选择性表述，意思就是对数据断章取义，也可以说骗人啊，或是见人说人话。这听起来跟错误表述非常像，差别在于错误表述是呈现的方法错误，以至于偏离事实。像是油箱通常会比实际数据再少报一点，好让你有时间去缓冲加油，或者是那个数据的本身真的是错的。选择性表述则是方法跟数据都没有错，它是一个实话，只是它没有告诉你全部的实话，意图使你误会某些事情，也就是错误解读。
选择性表述在政治上面很常见，因为它很难被识破，而且即便发现了，它也不算是说谎。但是作者也提醒大家，这件事情呢，其实人人都会做，所以也不用急着骂别人双标。像是我们在写履历或者是约会的时候，也会想要呈现最好的自己，也会隐恶扬善。不会有人一开始约会就跟对方说自己的胸垫或是鞋垫有多厚，也不会有人在面试的时候说自己在上一间公司干的多蠢的事情。除了选择性表述之外呢，忽略数据的完整性而造成的错误，还有之前提到的确认偏误、注意力偏误跟相信意识。注意力偏误是非故意的选择性表述，也就是它是真的被某一些数据吸引而忽略了其他的数据。基于意识证据的主张就是常见的我听说我身边的人，然后拿这些来当做结论。这一章的重点整理有给出一些辨别选择性表述的方法，其实每一章都有重点整理，但是前面我没有笔记。一是不要给统计数字赋予太多的意义，要同时看看其他的来做比较。再来就是要注意数据的来源是谁，例如说酒商跟你说喝酒的好处，或是咖啡商跟你说喝咖啡的好处，要想一想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做出这个报道。第8章在介绍预测。这本书里面很常强调一个观念，就是统计并非是万能的。虽然有一些错误是人为故意的，但是统计真的有很多几率问题是反直觉的，只是人通常不喜欢这种感觉，所以会迁怒于工具。我来介绍书里面的2个例子。第一个大家应该都听过，赌徒谬误。以掷硬币为例，每一次赢的机会都是一半，但是人脑就会觉得我输几次之后一定会赢，所以就会一直凹下去。但是也有研究显示，人脑比较喜欢交替的模式大过于重复的模式，所以在做分析预测的时候，要小心你面对的是独立的事件还是相关的事件。另外，人不喜欢不确定感这件事也让统计专家十分的为难，因为大部分的政治人物跟选民都只想看到确定的说法，像是劳保到底会不会破产，而不去理解推测就是有可能不准，因为未来的每个局势变化都可能会影响当初推估的结果。除了统计以外，也还有很多人性影响预测的例子，像是过度自信跟恐惧都会影响判断。还有一个叫做评估者特质效应，意思是你对别人的评价有 61% 是反映出你自己，也就是所谓的心理装饰，看什么都是屎。最后这个部分我放一些关于实体书的评价，如果你没有打算要买这本书的话，它可能不是非常重要，所以我左思右想之后就把这个部分放到最后面。我之前的影片都是把这个部分放在最前面，因为我认为它是资料介绍的一环。但是后来想想，可能有一些人看到前面就不想再看下去了，因为会点进这种新的影片的人，好像是比较想知道书的内容，而不是这本书适不适合重复读，或是值不值得买。这个是时报2017年的书，然后也是一般的大小2开。虽然它是7年前的书，但是它的内容呢，我觉得读起来不太有年代感，因为它的数据都是例子，而且也贯穿蛮多年代，它不是只集中在某一个时期。除了一些比较好笑的是日常事件之外，很多都是历史上的大事件。定价380，但是网络商店应该是有折扣。它的纸我觉得算厚，然后蛮适合写笔记的，但它的书面并不是光滑的，所以很容易粘东西或是连东西。我借到的这本就不知道粘了什么东西在上面。里面因为它用来说明的举例非常的多，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如果你想重复看的话，并不会觉得压力太大，连翻开的那一步都跨不出去。翻译的部分我觉得还算顺，虽然有几句还是看不太懂，但是它作为科普专有名词，它都有特别解释。它还特别辟了一小篇给专有名词，我觉得算是蛮用心的。另外，最近网络上面如果是跟敏感议题或者是某一些比较重大的事件有关的评论，都很要求你的资料来源要写出来。那这本书在引用资料的方面，它是在附注的部分写得非常清楚，而且那个附注的厚度甚至比一个章节还要厚。如果你对于读 paper 非常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尽情的检查，虽然我个人是不喜欢的。读完之后我觉得对生活是有帮助的，而且他还帮我把还给老师的数学又还我了。